All the territories Japan has stolen from the Chinese， 从中國偷來的領土，偷不就竊據了？在翻譯上面是有問題的。你要不要看一下哦？這已經到了睜眼說瞎話的程度。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開羅宣言的問題它有幾個，第一個它就是沒有簽署，那沒有老蔣，沒有羅斯福總統，也沒有丘吉爾首相的簽名。OK， 那光是靠一個新聞稿就想當條約使用，用現在網絡的語言來講就是哈哈笑死。其實開羅宣言，大家要想哦，開羅宣言跟波茨坦公告的一個背景時刻，這個開羅宣言它主要的功能是什麼？首一次的把中國跟整個全球的盟軍徹底的做一個整合跟統合。所以呢，羅斯福總統、蔣委員長、丘吉爾首相皆同各哀國軍事與外交顧問人員在北非舉行會議，業已完畢之發表概括之聲明如下。這是一個共同的新聞公報。那我們都知道哦，雖然共同的新聞公報通常不需要該國的元首的簽名，但是它必須通過該國的政府官方的認定。所以呢，呂捷剛才那邊哈哈笑死的時候，是一個非常愚蠢的一種講法。因為我們常常看到美國或者跟世界各國發表的公告的時候，青鳥是非常興奮的。咕咕咕咕，你看美國又講了什麼？美國光一個發言人講話，青鳥都能夠起秋了。那當時這麼認真，你要想1943年2次世界大戰打得正熱啊，但是就在這個當下的時候，羅斯福、丘吉爾跟蔣介石三人不顧風險，然後飛到了開羅集結。當時的飛機可沒有現在那麼可靠啊，所以它又是一種混淆視聽的過程。它這個混淆視聽呢，相當於是說他去架空那個時代背景，然後用一個似是而非的道理，就是說你看了你沒簽名總會有效力，可是這世界上沒簽名但是有效力、有指向性的東西多了去。那請問 G7 每次發的公告，美國每一次發的對台的法律，就算它只有美國政府的簽名，它沒有台灣人的任何簽名啊，那為什麼對台灣有效果呢？所以呢，他這種說法相當於是打臉世界各國的外交官啊，打臉世界各國的一種外交會晤之後的一個新聞公報的邏輯啊。如果這都沒有效果的話，那幹嘛要發這個呢？講最簡單的道理就好了。大張旗鼓三國元首跑到這裡，他說是為了安慰蔣介石，安慰蔣介石的方式多了去了，有需要特別大張旗鼓三國元首飛到開羅，然後大張旗鼓開了一個宣言，然後向全世界發布公告嗎？如果說這個公告就可以當戲言，隨便當做不認識不知道的隨便講隨便丟掉的話，那請問未來該些國家在發表通告發表聲明的時候，有誰要遵守？他認為有效了他就說好重要，他認為沒效了他就說哈哈笑死。我看笑死你吧，你的歷史是學去哪裡的啊？後面擺那麼多書，你真學歷史的嗎？其實我今天對呂捷最不滿的，比Chip還不滿的點在哪裡？你一個正兒八經學歷史的人，你把你所有學的歷史的一個最基礎的一些方法論，大概逃家偏阿姨啊，這就是呂捷最大的問題，故意的，瞎扯的。第二類，它就是政治宣傳。它當然是個政治宣傳啊，任何的外交文件都帶有政治宣傳的性質啊。那不因為它有政治宣傳的性質而它沒有效力啊。宣傳本身就是應該要建基於有效力的文件之上，那是因為今天台灣扭曲的政治環境，政客可以說完話當作沒算，然後拿來騙人，所以才會把政治宣傳當作沒效力的事。本質上呢，就是在戰爭時候的公關稿我們這個在以前的檔案裡面寫的叫做 What I PR 在戰時公關稿，給媒體看的給盟友壯膽的，確實是壯膽的。但難道我問你個問題來，開羅宣言所講的內容，三國軍事人員今後在對日作戰方面已獲一致意見，我三大盟國絕不鬆弛壓力，來從陸海空各方面加諸殘暴之敵人，此項壓力已在增長當中。1943年12月之後，你就看看美軍有沒有開始加強對日本的壓力的施加，有沒有嘛？呂捷，你回答我嘛！1942年的時候，美國丟了菲律賓，還抓了一大堆美軍哦。1942年到1943年開始加強，尤其是什麼中途島海戰，有沒有看到？中途島海戰是什麼時候呢？1942年6月4號到6月7號，這場戰爭至關重要啊。而開羅宣言已經是到了1943年的12月1號了，所以為什麼這裡寫說此項壓力已在增長當中啊？因為從中途島海戰之後，美軍決定性的勝利開始，整個大幅度的加強對日本在太平洋上面的壓力跟力量，所以這個是很可笑。所以你要看具體的形勢，
開羅宣言具體分析就是它具有當時實際的一個約束力，並且它推進了後面的波茨坦公告。那最後呢，就是它在翻譯上面是有問題的，中文把它翻譯成叫做歸還中國，但英文它其實不是這樣翻譯的。OK， 那本質笑死，那英文怎麼翻譯？你說啊？我覺得這個人真的好誇張哦。首先第一個，中文跟英文並不是翻譯的關係，而是並存的關係。為什麼？因為美國、中國跟英國只有兩種語言，一種是英文，一個是中文，所以這兩種內容版本都是正文。與會各國的官方語言就是聯合公報的正文，沒有英文跟中文之分。怎麼有這種完全在裝校尉的說法？你看了，我們就對應一下就好了。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的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國絕不為自己圖利，亦無拓展領土之意識。三國宗旨在剝奪日本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那我們不要一個一個念，我們先看第一個好了。三國軍事人員對日計劃，你們看到 President Roosevelt General Lismore, Chiang Kai-shek, and the Prime Minister Mr. Churchill, together with their respective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advisor, have completed a conference in North America. 我們在北美有一個共識。請問這個翻譯跟這一段翻譯有什麼差別？就是有更多的軍事行動準備來對日本來施加嘛？三大盟國來增加。對於他們在陸海加諸殘暴的敵人絕不鬆弛。不是，我不知道這翻譯有什麼落差，關鍵在這裡。三國宗旨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太平洋上所奪得佔領的一切島嶼，在日本所竊取之中國領土，包括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歸還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貪欲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我三大盟國碾之朝鮮人民所受奴隸之待遇，決定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與獨立。好來 ，These three great allies are fighting this war to restrain and punish the aggression of Japan。要來怎樣打這場戰，就是要來懲罰日本的嘛。來，最重要是這裡。It's their purpose that Japan should be stripped of the islands in the Pacific, which she has seized or occupi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War in 1914. And that all territories Japan has stolen from the Chinese. Oh, hello, 呂杰大哥，英文寫的一模一樣啊。Restore to the Republic China， 去歸還給中華民國，不是嗎？寫得很清楚啊，到底有什麼問題呢？外交部公告103年，外交部曾經說明開羅宣言係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定。請問你比較專業，還是外交部比較專業啊？呂杰啊，講大聲一點啊，呂杰啊。開羅宣言並非條約的論點哦，曾經若干的是疑問，避免錯誤混淆我國定位認知。外交部可以說明了，開羅宣言是具有法律實質與約束力之協定。OK， 那本質上呢，就是它在國際法上並沒有強制力。那後續還有一及1945年波茨坦公告，那再一次重申了開羅宣言的內容，但它的本質上依舊是公告。哇靠，你連波茨坦公告你都不相信？波茨坦公告是有簽名的哦。我低估了呂杰愚蠢的能力，你知道嗎？波茨坦公告是有簽名的，你知不知道？哇，張口胡謅欸，哇他媽超屌欸。1945年7月26號波茨坦會議期間，美國總統哈利 ·S. 杜魯門，當時換杜魯門，因為小羅斯福死掉了。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三國首腦名義發表宣言，其中蔣中正未實際與會，但簽字表示同意。蘇聯最高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則出席該會議，但礙於對日中狀態未列名於該宣言。8月8號，對日宣戰之後，又添補了斯大林的名字。哇，呂杰，你這已經到了完全睜眼說瞎話的程度了耶！哦，我天哪，真的他媽真的好屌哦！ Churchill had left the Berlin Conference for the last time on the 25 July. 丘吉爾離開了柏林會議，在7月25號 and afternoon had flown to Northolt with his daughter and aide de camp Mary. Churchill was able to authorize the text as British Prime Minister before submitting his resignation letter on evening of 26 July. It's really the signatures of the Glasgow and the Prime Minister were in Truman's handwriting. 所以大家陸續簽名了嘛。我是真的沒有想到說有一天我們會是這個樣子。你看這裡寫得好清楚哦。丘吉爾在7月26號提交了辭呈。事實上呢，大元帥首相的簽名都是杜魯門親自撰寫，但是大家都同意簽名嘛。你才歷史系碩士欸，我的天哪！
那真正能夠決定台灣戰後地位的有3個重要文件。第一個當然就是日本的降書。1945年日本投降那日本接受波茨坦的條件所以日本要接受波茨坦條件，你都知道，波茨坦寫在開羅宣言，波茨坦裡面有開羅宣言，日本接受波茨坦的條件。OK， 那所以因為日本接受波茨坦的條件，盟軍才能用軍事來接收台灣，但這個是一種軍事佔領。你又變成一種軍事佔領了，不是主權的移交。哇，講得好確實啊！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條件，波茨坦公告要求根據開羅宣言歸還，並且限制他的主權，然後到你這邊就是變成一種軍事的佔領，而不是主權的移交。我講真的啊，呂捷，你看還有什麼社會在走，歷史要講，你真的有夠可恥。那第二類當然就是舊金山合約。1955年舊金山合約，日本正式放棄台灣澎湖，但他沒有寫交給誰。那你有沒有想過舊金山合約誰參加 ？OK， 再次強調，1951年的舊金山合約，日本正式放棄。OK， 注意是放棄台灣跟澎湖，沒有寫他交給誰。那你有沒有想過一個事情？為什麼他是放棄？因為他早就被限定他的主權範圍了，他不放棄，難道他要說繼續主張他擁有嗎？來，一樣哦，放棄是當時通用的狀況。日本國承認朝鮮獨立地位，放棄對韓、濟州島、巨文島、玉林島之內的朝鮮之一切權利、名義權利及請求權。好，那我問你，日本放棄對濟州島的權利，請問日本現在可以主張濟州島主權未定論嗎？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一切權利、名義及請求權，為什麼？他只能放棄啊！日本放棄對千島群島及依普茲茅斯條約對於庫頁島及周邊島嶼取得主權部分之一切權利、名義權利、請求權，這全部都寫的叫做放棄。為什麼？因為相關的權利早就已經在日本天皇投降詔書裡面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實。這個放棄，每個都放棄啊！不然日本現在繼續主張他有千島群島，他只敢主張他有南千島群島。俄羅斯現在說要直接在南千島群島軍演2個月，千島群島在哪裡？你日本可以主張啊，你可以主張嘛？千島群島，這就是千島群島，這是南千島群島也就是4個南千島群島有4個島，然後這上面是千島群島，然後這是庫頁島。日本可以主張它有庫頁島的主權嗎？那奇怪了，這些主權都沒有問題，那為什麼跑到台灣澎湖就有問題？那為什麼濟州島主權沒有問題？講清楚嘛？為什麼1951年美國急着牽頭要把舊金山合約給搞定，即便最後蘇聯是不簽的，其實中華民國後也沒有，是後來在台北合約的時候補承認的。為什麼？因為很簡單啊，韓戰爆發啦！韓戰爆發之後，日本急着，有沒有看到第一波的時候打過來的時候，一路差點就把南韓給平 A 掉了，然後推回去，然後呢，1951年。中國人民志願軍就是中國大陸，就是毛澤東下場了。打到1951年的時候，兩邊開始焦灼啊，焦灼怎麼辦呢？急需日本作為後方支撐啊，所以為什麼1951年9月急着牽頭趕快把舊金山合約搞定？因為要趕快讓日本成為一個合格的後方啊，要重新把日本給組建起來啊。這麼簡單，他媽歷史系都該最簡單會的東西，還要我教你呂捷嗎？哇，你歷史碩士怎麼念的？我的天哪！還是你歷史碩士只會寫清水祖師爺廟，就這樣，我真的是快暈倒了，你知道嗎？我跟你講，對了，大家說的沒錯，他不是蠢，他是壞透了，這種人真是壞透了，明知而故犯，就是亂講嘛，你亂講真的是很可惡，主要是你害人不淺。你說那對韓國嘞，對朝鮮半島嘞，來在裡面寫是讓朝鮮半島獨立，所以爭議從此產生。可是這麼大的爭議，來啊，所以你後半段你為什麼不講啊？你又自己打自己臉了。後半段叫什麼？放棄啊！請問有承認朝鮮獨立、放棄濟州島、巨文島、玉林島之內朝鮮之一切權利？但他有說要交給朝鮮嗎？沒有啊！為什麼要加一個朝鮮獨立？因為很簡單，因為日朝合併、日韓合併，日本帝國跟大韓帝國是有合併的，你知道嗎？是有正式簽合併條約的。1910年8月22號，大日本帝國基於日韓合併條約加朝鮮就是大韓帝國併入版圖，日韓合併，這個是真的有條約的，這還真簽了。真的是好惡心，超惡，越講越惡心，講得快受不了了。它是寫在所謂的國際都能接受，或者是國際認同、符合國際法慣例的正式條約裡面。那我相信很多人會跳出來講不是有台北合約，是的，1952年正式生效的台北合約，那裡面呢就寫了所謂的台灣澎湖的人民變成中華民國籍。不好意思，我現在講的不是全文，但是大致上就是讓台灣澎湖的人民變成了中華民國籍。但這問題來了
你1951年的舊金山合約已經放棄了，既然你已經放棄了，那1952年的台北合約你憑什麼做決定呢？瞎扯了。那照你這個邏輯哦，後面的合約都不要決定了，很多事情叫懸而未決，或者是一個持續的狀態，它是等於是把國籍交過來。其實這個合約最主要是要加強當時的中華民國與日本之間的關係，最重要的是終止戰爭狀態。為什麼？因為1952年在幹嘛？再說一次，還在打韓戰。韓戰達到了1953年啊，各位啊，韓戰是很重要的一個事件啊。韓戰沒打完，美國不能安心嘛，所以在打韓戰的當下，美國搞了很多事情啊，包括把盟友之間牽在一起，但是盟友之間矛盾重重啊，就隨便他承認了。這個東西我已經不要了，然後我現在說把這個東西送給你，這個不要說在法律上，在邏輯上，它可能就有矛盾與衝突。講了老半天，到現在不敢提韓戰。那再來就是1972年的9月29日，當時日本跟中華民國斷交之後呢，就片面廢止了合約。那我們以前跟大家講過嘛，這個1937年，民國26年7月7號盧溝橋事件爆發之後，蔣介石說全面抗戰。為什麼是抗戰？為什麼不是宣戰？因為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後，所謂的中華民國政府，所謂的蔣介石政府才正式對大日本帝國宣戰。你都知道法律上的抗戰跟宣戰都有它的一個差別跟效力。為什麼當時沒有正式的宣戰？因為當時老講寸糧啊，實力不夠。但是中日打起來了沒有？早就徹底的打起來了，是不是交戰狀態？實質上就是交戰狀態。那為什麼沒有徹底宣戰呢？實力不夠嘛，就這麼簡單嘛，以拖待變嘛。當時中國正面抗擊日本確實是相當吃力的，你都知道。那為什麼韓戰就消失了？真的就是他都挑他自己要的了。那抗戰跟宣戰的差別在哪裡？所謂的抗戰就是你打我，我反抗。我們以前簽署的條約協議依舊有用。那什麼叫宣戰？就當我們宣戰，雙方進入所謂的實質戰爭或者是戰爭的狀態，我們以前簽的合約協議呢，通通作廢。是這樣子嗎？抗戰時候，中華民國政府還有在遵守對日的合約嗎？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講這種人實在。OK， 所以1952年的舊金山合約，它時至今日，它到底有法律效益，還是真的變成一個歷史文件呢？你看他不敢回答嘛，因为我告訴大家，這一種所謂涉及領土主權、人口的一個變化的時候，它廢除合約主要是既定狀態的廢除，它沒有辦法對已經改變狀態進行變化。如果要變化的話，那就必須再通過新一輪的洽談、政治手段，甚至是戰爭手段來改變現狀。這個是歷史學者研究國際戰史，或者是研究國際條約、國際地緣政治的一個基本常識。真的是自己講自己爽，我真的覺得如果我在現場，我可以懟到他一句話講不出來，真的是太丟臉了。一個歷史系畢業的專業人士變這個樣子。OK， 好了，那我們回到開羅宣言。開羅宣言呢，它就是一張沒有簽名的會議記錄或者是新聞稿，它的歷史意義大於法律效力。錯了，照你的說法，它的歷史意義大於法律效力。那既然沒有法律效力，那為什麼有歷史意義呢？國際之間的國際法跟所謂國內的法律的意義是不一樣的，做法也是不一樣的。當年羅斯福是想要安撫蔣介石，丘吉爾是想要拿回香港。那老蔣呢？那當然就是刷存在感，這個可能比較難聽了，最少爭取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所以不管是中國、英國跟美國三方呢，心裡都各有盘算。心裡各有盤算，不代表說這個就要廢除，這都是兩件事，要看整個具體的狀況跟歷史發展的脈絡跟趨勢。羅斯福為什麼召集這個會議？很簡單嘛，拉攏中國。另外，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上面必須跟中國戰場進行一定程度的什麼聯動嘛。所以大家記得很有名的飛虎隊，那為什麼要組建飛虎隊呢？當時組飛虎隊就是知道中國不能垮了嘛。那換句話說呢，台灣的法律地位不是由開羅宣言來決定的。我知道你現在想吵架。來，你說我們這課本不是寫嗎？根據開羅宣言啊，台灣這個回歸中國，我們外交部的網站裡面也寫嘛。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台灣回歸中華民國。OK， 好，我們先不吵這個，好不好？因為我們剛才講了這麼所以我們先不吵這個叫什麼意思？叫他不能回答。對呢 ，OK， 所以呢，造成現在台灣的主權歸屬變成戰後最複雜的問題。這不只是法理的問題這個牽扯到政治、經濟、法律還有地緣政治。你就知道國際經濟、法律、地緣政治問題，那你也知道這個外交部寫的。但既然你都知道，那你為什麼還要在
在那邊閃躲呢。更重要的是大國之間的博弈與角力。那換個角度來講，就是開羅宣言為什麼這麼喜歡強調？所以你看哦，他其實很清楚當時的國際地緣政治形勢。那最關鍵的是什麼？其實就是基於這個國際地緣政治形勢，所以今天才會出現什麼狀況呢？才會出現美國在舊金山合約當中這樣的一個行為。但事實上，所謂的台灣主權問題早就在前面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到投降詔書已經解決了，瞎扯啊！開羅宣言，以前國民黨政府喜歡強調開羅宣言，他們要證明他們接收台灣，或者是佔領台灣，或者是擁有台灣的正當性。那隨着1949年國民黨戰敗之後，他們更喜歡強調這個。但是後來到中國的崛起之後，變成中國喜歡來強調所謂的開羅宣言。所以開羅宣言到現在，它到底是一個政治議題嗎？它是一個法律議題嗎？它是一個國際法問題嗎？可以，我們必須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所以為什麼要回到歷史的本質？因為我們必須得知道當年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歷史或許不能解決問題，但它可以讓我們知道我們到底從哪裡來，該往哪裡去。你還有臉講這個從哪裡來從哪裡去，笑死了。其實講白了，今天強調主權未定論這一些人為什麼要去刻意模糊？因為他們強調主權未定論，他是希望創造台灣在法理上、國際法理上既定獨立的事實，而創造中國要企圖吞併、吞滅台灣的這個說法，然後把中國狹隘的限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權的一個定義裡面，然後借由這樣的說法來說，你看啊，中國就是入侵我們啊，所以呢，大家應該來幫幫我們啊，民主盟友來幫幫我們啦，快被共產主義吞沒啦。講白了就是這個樣子。那你要講，你也拿一個比較有論述根據的地方去講。其實講直白了，你的這個論述不僅毫無新意，而且甚至就是完全跳着曲解歷史，你找了一條最笨最蠢的路。說實在，呂捷他拿這個來講的時候，我為什麼看不起他？因為這個東西根本就不是歷史系可以這樣去解讀的。